OK， 维多阿西亚0到100 ，100到0测试，3、2、1，走。哎呦，又见面了！正在看这部视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在我身后的就是我刚刚入手的维多阿西亚。之前呢，我也有跟这个 Rider ATH 来做了一个视频，来对比它的 FN2R。阿西亚要跟我的 Type R 比，那你是还没有睡醒啊？但是那部视频也只是纯属口嗨罢了啦。还没有看过那部视频的观众朋友，这个视频过后，你们也可以过去看一下，笑一下啦。至于今天嘛，我就来分享一下这1个多月以来，我使用这款维多阿西亚所发现到的一些小小的缺点。毕竟这个优点大家都懂嘛，这个维多阿西亚的优点就是省油更便宜。今天就来分享一下这辆车的缺点。除此之外，等一下我还会测试一下这辆维多阿西亚它0到100以及100到0需要多少秒。想要知道以上资讯的观众朋友，记得一定要把今天的视频看完哦。在影片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又或者是呢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在这边也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OK 啦，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我身后这辆维多阿西亚呢，我入手了大概有1个多月吧。它是一个 X 版本的2023年款的维多阿西亚。它的外观嘛，确实蛮朴素一下的。完全没有 body kit， 也没有后尾的 spoiler 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也会做一个升级。不过我心目中的目标啊，就是把它 convert 成 Toyota Agya 那个外观啊。虽然讲啊，我们的马来西亚的 Shopee Motorsport 确实已经有人在卖这个 Agya 的 bumper 了。不过呢，那个 bumper 啊，我看他们装下去哦，有一点感觉到很突兀啊。因为它的 bumper 的大灯位置呢，是依照这个阿西亚的大灯来设计的，而 Agya 的大灯呢，又比较小个哦。看起来比较 match， 而 Shopee Motorsport 卖的那个 Agya 的 bumper 装上去看起来有点突兀啦。我心目中的理想就是把这辆阿西亚它的整个外观 convert 成印尼版本的 Toyota Agya 的外观。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算是一个心愿啦。如果是呢，观众朋友有些什么提议，可以装什么 spoiler， 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栏分享，让我知道哦。而我这辆阿西亚的铝圈跟打压呢，我依然还是采用了原厂的铝圈跟打压。因为这个 budget 的关系，暂时性还没有把它换掉。然后轮胎是采用了一个 Toyo 的轮胎，尺寸是175/64的轮胎，是一个 Process CR1 的轮胎。这个铝圈跟轮胎，我这1个多月使用下来的体验就是，当在过一些比较急的弯道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的时候，这个轮胎有一点抓不住啊，它的极限有点低。接下来呢，我也会打算把它换成一个比较阔的轮胎跟铝圈只不过就要等到我的钱包够钱的时候再来做这个计划啦。至于 interior 来讲，可以看到我这辆维多阿西亚它的 interior， 感觉上满满的 hard plastic， 确实没有错，感觉完全没有层次感。接下来呢，我也会去 Shopee Motorsport 买一些东西来让它 upgrade 一下，让这辆车的 interior 做一个升级，让它感觉上有一点 ADAS 的感觉。至于在这边，我还会加一个非常 special 的东西。这个东西呢，不是那种美罢了哈，是有作用的。我会加什么东西？观众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我频道，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才不会错过关于这辆维多阿西亚它的一些升级。至于这辆2023年的维多阿西亚，它的车身底盘呢是采用了 DNGA 的底盘，是 DNGA 啊，不是 TNGA 啊。虽然讲它是 DNGA 的底盘，只不过呢，我驾起来的感觉啊，其实可以感觉到它是比上一代的阿西亚来得更稳、更 firm 的。而且这辆车呢，它的车身轴距也比上一代的维多阿西亚长了70个 mm。这样子的话呢，车身轴距长有些什么好处？车身轴距长的好处就是，当你在过 corner 驾驶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较稳。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这辆维多阿西亚升级的这个 DNGA 底盘所带给我的体验。至于动力方面，这一辆阿西亚呢，它是采用了一个 1.0 自然吸气3缸的引擎，搭配了 DCVT 的变速箱。它的最大马力可以发挥出67匹的马力以及90牛米的扭力。这个引擎嘛，我只能说它也是一个缺点之一啦。讲呢，3缸引擎嘛，大家说都会抖动，确实没错。这辆车刹车了过后，在怠速的情况之下，确实可以感觉到这个 engine 的抖动啦。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引擎所带给我的一些缺点。当然，这个引擎的调教也是有一些小小的缺点。是什么缺点？等下试驾的时候再来分享给观众朋友知道。而这个引擎，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就是
可以看到它的 intake pipe 是设计在比较高的位置。当遇到一些水灾的时候，你再过这些水，你就不怕这个水进到你的 engine 里面去了啦。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优点。在我们进入一边试驾一边讲这辆车缺点之前，我们来一段工商时间。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你们知道在马来西亚开车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不是你的车子有装多好的 car cam， 而是你的车子有没有粘钉灯。要知道在马来西亚这种大热天的国家，你开着一辆没有钉灯的车，哇，那种感觉真的是生不如死啊！只不过这辆车我提了车1个月里面，我是没有粘钉的啦，因为我比较犯贱，我想要体验一下没有粘钉的车是什么感觉。1个月过后，我把这辆车子送到 Artec Tint Studio 粘了他们家的产品。没错，这个 Artec Tint Studio 呢，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 Proton Jasmine 小茉莉所经营的钉灯店啊。只不过呢，我粘的产品呢是属于一个中端产品啊，也就是这个 Nano Ceramic 的钉灯，它的售价呢是1588，有7年的 warranty。这个7年 warranty 包括了什么？如果是说你的钉灯有起水泡、严重褪色或者是自然破裂的话，它都可以 claim 给你们。哇，我这辆车供9年，如果是说第5年钉灯坏掉的话，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换新的了嘞？而这个 Nano Ceramic 呢，它是有98%的隔热效果，以及99%的 UV 阻断效果。当然，它也是可以反射热量的，但是它的反射热量的效果就没有像 Sparta 钉的这么强。但是它也是有优点的，优点就是它不会有 GPS 或者是讯号阻断的问题。至于这个安装效果嘛，在我们安装这个 Nano Ceramic 钉灯之前，在大热天的情况之下，我这辆车的 Aircon 冷度我是调到最高，风量调到最大。安装了过后，在大热天的情况之下，这个 Aircon 冷度我是调到一半，风量是调到2号风，我就会觉得这辆车的冷气已经是够冷了的。而且据说当我们冷气冷度没有开到很大的时候，相对的我们 Aircon Compressor 的工作频率也会减少，因此也减少了我们的引擎的负荷。这样子得到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省油咯。因此这辆阿夏本身是一辆省油车了，再加上呢粘了这个 Nano Ceramic 钉灯过后，它的隔热效果这样子是不是省上加省了嘞 ？Nice。收听上的观众朋友，如果我们对于这个 Artec Tint Studio 他们家的 Tint 产品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栏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你们可以打给他们了解看看哦。OK，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边试驾一边讲这辆车缺点的环节。首先这辆车嘛，它的第一个缺点就是这个起步的表现。这辆车从0到60 km/h 的时候，它的起步的感觉没有这么的强劲啊。受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样子的调教是因为要符合这辆车的定位。因为 Berdua Asia 嘛，大家都知道，这辆车最主要的定位就是一辆城市使用，然后一辆比较省油的小车。So Berdua 呢就把这辆车的调教，因为城市路段比较多这种红绿灯走走停停的情况，所以他就把这种起步的调教到比较没有力，让这辆车达到一个省油的效果，在这种城市路段。而这辆车的油耗表现，我觉得也算是蛮不错的啦。这辆车1个多月以来，大概都是在 City Road 走比较多啦，可以拿到的油耗表现是 13.6 km/L， 再搭配它的油缸36个 L 来讲的话，可以拿到的数据大概是满缸可以走490 km 这样子咯。但是如果这辆车去到 Highway 的话，以这样子的 1.0 搭配这个 DCVT 变速箱，我就觉得有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啦，会感觉到它在跑高速的时候就没有这么有力，这一点就不变了嘛，是不是？而至于在 Highway 来讲的话，它也是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嘛，这辆车它的重量不达1吨，所以当有大罗里经过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整辆车好像很摇这样子，整个摇到所以这一点来讲，在 Highway 算是一个比较没有这么好的体验呐。再来就是这辆车的隔音表现，这辆车呢我也装了这个 Door Visor， 很多人讲嘛，装了 Door Visor 会有那种个风的声音，风噪会很吵，但是我觉得这辆车最吵的是什么？最吵的是它的引擎声。当跑到120、130的时候，哇，那引擎的尖叫声真的是粗到我都不会了。那个声音带给你的感觉就是哇，这辆车好像在 Highway 走到很吃力这样子完完全全就好像在拖拽着你的感觉，哇，那种感觉真的是有点不舒服。所以不用怕撞到歪，这有些什么个风声音、风噪声不用怕，因为 engine 声大过这个风噪声。
后你轮胎也不用装什么静音轮胎，什么都不用，因为引擎声盖过了一切。至于这辆车在起步的时候，你也不可以太大力的去拉它，太大力的去拉它的话，它的声音也算是蛮粗一下的，所以你只能顺顺的踏你的油门，让它顺顺的去，达到一个速度过后，你再深踩油门，这样子那个尖叫声就没有这么强。所以这辆车你不用追求它有一些什么好的隔音表现它的 MBH 就这样子罢了。至于这个乘坐姿势嘛，这个椅子坐起来的感觉是对了的，它的大腿支撑也是 OK。只不过呢，我觉得啦，如果是说可以再加入这个 steering， 可以调整前后会更加的好。这个 steering 只可以调上下，不可以调前后，变成我现在的驾驶姿势，我还是觉得有点怪怪地这样子的。看我现在驾驶，我的手要必须拉得很长，是我可以把我的椅子调到很前面，但是调前的话，变成我的脚又伤不住那个油门踏板。这整个姿势我觉得很不对啊。但是坐姿呢是对了的，就是这个 steering 还不够粗。至于这个 DNGA 底盘嘛，我觉得算是蛮不错的，真的是比上一代来的好很多很多很多。你不会感觉这样坐这辆车好像很浮浮沉沉这样子哦，不会。这个底盘真的是稳。如果是说这个底盘搭配上一代的 engine 跟牙箱的话，我觉得完美。上一代的引擎跟那个牙箱就不会有那一种拖拽的感觉，因为上一代的引擎还是 AT 牙箱嘛。那一个牙箱的表现，我觉得确实会比这个 DCVT 来的好很多，在于加速啊、提速啊那种感觉。只不过它的油耗表现，我记得好像就没有像这个 DCVT 来的这么好，这一点就要做一个取舍咯。但是让我选择的话，我宁可上一代的引擎压箱配这一代的底盘，完美。OK， 现在来到一条我很喜欢的路，它是一个很大的弯道，所以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DNGA 的底盘，在这一个弯道的极限。在这个弯道，我可以感觉到，确实它的 body roll 也还好。如果是说可以把这辆车再改矮一点，轮胎再换大条一点 ，maybe 15寸，然后轮胎尺寸可能185、195，可能会更加的好。当然，这样子的情况来讲的话，就会造成了你的油耗变高了，因为轮胎越大 ，rim 越大的话，就造成了你的簧下重量变多。所以你的油耗就会变高，这一点来讲就是要取舍啦。所以改车是这样子的，你改这个东西，可能也会失去另外一样东西，所以要达到平衡，有一点难啊。原厂是最平衡的 ，OK， 但是原厂也是会有很多不足，所以改车就看你自己的取舍。OK， Renault Asia 0到100，100到0测试，3、2、1，走！全油门。100，停，0。这个加速感觉就是牛拉车的加速感，这个是我试过最没有力的，停到100。OK 啦，不要嫌矮，1.03缸，要什么龟毛线哦，是不是？唉，4万块的车，没什么好嫌的啦，是不是 ？City Road 大一步。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视频内容了啦。不知道今天视频有没有帮助到正在考虑入手这个2023年大改款博多阿夏的观众朋友呢？又或者是如果观众朋友你们周围有朋友正在考虑入手这个2023年大改款的博多阿夏的话，不妨也可以把这个视频 share 给他们，当做一个参考哦。当然也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在这边也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OK 啦，这样的话呢，我们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